同样都是死亡回溯，为什么一个看的人热血沸腾，一个看的人想隔着屏幕骂娘？这还真不是观众双标，因为你他妈听好了，可比夏日重现男主人会用的比你屌多了。夏日重现给慎平发的是推理游戏系统，而 RE 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给486发的是地狱单排体验卡。你看慎平，他每死一次，观众是什么感觉？不是完了又白给了，而是兄弟情报到手了，下一把准备反杀。他回溯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抱头痛哭，也不是原地怀疑人生，而是开始复盘，谁有问题，谁说谎了，谁被影子替换了，下一轮去哪儿堵人，什么时候开团，谁负责输出，谁负责分析，谁负责情报。这哥们儿不像高中生，像岛上临时调来的反诈刑警。尤其后面影子潮加入之后，慎平这个队伍的体验感直接起飞。别人轮回主角解释情报，先要来一套我不是神经病，我真的见过未来。慎平这边呢，好，来放录像。这效率高到离谱，你前脚还在想怎么说服队友，后脚队友已经看完上轮复盘开始分工了。这就是夏日重现最舒服的地方，他不是没有绝望，反派也不是傻子，四手和海涅的压迫感一直在线，甚至敌人也会反向学习你的轮回机制。但观众能看到一件事，慎平每死一次胜率真的在涨，死亡不是单纯挨揍，而是交换情报。这轮死得惨，下轮就能少踩一个坑，所以你看慎平轮回会有一种打高难副本的爽感。他不是无敌，他是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答案。反观486的死亡回归，听起来好像更逆天，死了就重来，记忆还在，妥妥的时间系外挂嘛。问题是这外挂有毒，首先他不知道存档点什么时候刷新，你以为自己还能回到进副本前，结果系统啪一下给你存到坑里了。更难受的是他不能把能力讲出来，慎平可以开会，486只能憋着。慎平能把证据甩给队友，486只能用一张你们相信我的脸硬扛，这就很崩溃。因为死亡本身不是最折磨人的，最折磨人的是你明知道前面有刀，知道谁会死，知道哪里会出事，但你不能解释你为什么知道。而且486最惨的一点是他的队友配置前期真的不像队友，更像系统给他刷出来的压力测试。拉姆嘴上不饶人，雷姆早期因为魔女气味直接怀疑他，罗斯瓦尔更是把他当成剧情的推进工具。帕克平时看起来萌萌哒，真出事的时候只能给你整出世界级灾难。你说夏日重现是反派堵复活点，那 RE 很多时候是队友站在复活点门口问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怪。观众血压能不高吗？慎平的痛苦是敌人太强，486的痛苦是我知道怎么赢，但没有人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两个痛苦不是一个频道。再看主角本人，慎平这个人呢，天然就适合玩轮回，冷静，会观察，能整理信息，知道什么时候堵，什么时候撤，什么时候把情报交给别人。他每一轮都像是在做错题本，死一次标红一个知识点，再死一次补一个隐藏条件，最后把整张卷子吃透。486就完全不是这种人，他是普通人，会害怕，会崩溃，会嘴硬，会自我感动，也会犯蠢。前期他最让人上火的地方，就是明明没有那个实力，却非想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，但这恰恰也是486这个角色最真实的地方。慎平让人爽是因为他像一个高配玩家，486让人痛是因为他像一个真的会被打碎的人。夏日重现的核心是破局，它的爽点在于信息不断累积，队友逐渐到位，战术越来越清晰，观众能跟着主角一起靠近真相，你会觉得来再开一轮，这把有机会。RE 的核心是成长，他不着急让486赢，他先把他身上那些廉价的英雄幻想、面子、自我陶醉一层一层撕下来，撕到最后剩下一个真正愿意承认自己弱小的人。他不是一开始就帅，他是摔到难看，哭到丢脸，丢人丢到观众都想快进之后，才一点点学会怎么成为可以被信任的人。所以同样是死亡回溯，夏日重现看的是智斗爽感，RE看的是精神抗压。一个像开黑上分，一个像凌晨3点单排，队友还问你会不会玩，你说哪个更爽？当然是慎平。但你说哪个更像我们，可能还真是那个一边破防一边继续往前爬的486。